上一集我們在台中用一碗深夜空揉飯結束了環島旅行的第一天。今天我們繼續一路向南，儘管突如其來的狀況讓我們不得不離開嘉義，卻意外開啟了一趟更加瘋狂的美食之旅。從台中坐上火車，途經台南，一路吃到高雄。這一路上收穫的好味道，甚至比原計劃還要豐富。那就跟着我們繼續這次鐵道上的尋味之旅吧。16站，天哪，我這是在台灣背上債了。我們鐵道環台灣島的第二天，现在早上我们在台中，我们要先吃一個早餐，是朋友推薦的，叫天津狗不理包子。对，哎，在台灣吃天津狗不理包子，對，到底是什麼味兒呢？咱們去嘗嘗，好吧？我在天津從來不吃狗不理包子，我也是，我從來沒吃過，這是第一次，竟然在台灣吃天津狗不理包子。你好，要3個湯包，在這吃，對，在這兒用，然後再要一個蛋餅。他們這很忙啊，對，很忙，豆漿自己做。你看這邊有好多的籠屉，很有氛圍感覺。再要一個冰豆漿，一個奶茶。下一位來，我等等喲。哼，你幫我拿這個吧。說它這個辣醬特別好吃哦，這辣椒醬，對自己，咱們找一個位子。行。就這兒就行，就這兒就行。哦，就自己打。然後這還有無糖。熱米漿、熱紅茶、冰紅茶、無糖。咱們要冰豆漿就行了。行。是不是可以免費續杯啊？在這兒？不知道，應該不。還是說每人1杯啊？1杯的量，對。打吧。不，你看在流汤吧。里邊上是吧？但是它這肉好像不是那種深色的肉，對，它就是那種淺色的。对，我覺得它主要靠它的湯汁。這個蛋餅，這蛋餅也是直接吃的嗎？我先嘗一下。哦，這就是蛋餅。它是蛋餅，其實就是把雞蛋攤到這個餅上面。也有麵啊。對，但是蛋餅沒有太多特點，我覺得。是吧？對。我們早上點的飲料呢是一杯濃濃的豆漿，這個豆漿是冰豆漿。其實我覺得我在台灣喝豆漿還沒失望過，因為其實豆漿非常的簡單，只要你是貨真價實的豆子磨出來的哈，應該就沒問題。但是這一杯呢就不一樣了，這是上面就是寫的奶茶，哎，我覺得這個奶茶的味道特別的好。就是你能先喝到奶味兒，然後喝到茶味兒。喝到奶味兒，喝到茶味兒。僅此。我覺得在台灣喝奶茶就是味道都差不多，因為它都是那種就真的茶和真的奶配在一起的。看小雨拍照的樣子，怎麼還玩個反手拍攝呢？因為我左手夾不起包子。發現這個包子的正確吃法啊，咬開一個口，裡邊露出了很大的肉，然後在這裡邊放辣椒。再放一點點醬汁，再咬一口。剛才的那些汁水，加着湯包的汁水就混在一起了。這樣的話，比你在這個盤子裡蘸要好，因為你蘸盤子的時候，你的包子可能會倒過來，它湯水就流到盤子裡了，所以你吃不到。被燙住了吧？我剛說用手吃才是王道，沒想到我一咬，那湯汁一下濺到我手上了，燙死我了！還是很燙的，剛蒸出來的包子。本店採自助回收，意思就是我們自己要把桌子打掃乾淨。盤子、杯子，這就是我們今天住的酒店，這是位於台中火車站附近的一個酒店，就感覺還不錯吧。一進來就是一張床，空間也是不錯的。這邊呢，就是衛生間，這邊有一個外面的景色。衛生間的空間還算是不錯的，它算是乾濕分離吧。吹風機也是很不錯的，這種類似戴森的吹風機。好，謝謝，拜拜。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台中火車站的站台。那今天繼續我們的環島之旅，繼續探索
有趣的小站。对，然后我们刚才是纠结了一下，要不要直接去嘉义，然后直接去台南，因为那边确实有很多好吃的。是，中间要走小站的话，其实走 local 非常慢。非常慢，有一个小站名字吸引了我们，叫16。对，16站。那我们就去看看有没有16。对，但是实际上去那个站就需要很慢。那我们就一会儿会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在车上晃悠。台中的站呢就是很大，好多的人在等车，这边也是，而且今天呢特別的熱。对，今天会達到30度的高溫。是。我們現在已經上到了台鐵的區間車了，這是昨天朋友送給我們的叫長崎蛋糕。對。這個我們曾經在應該是台中吧看見過這個店，但是關着門了嘛，然後他就是上回就沒有吃到。就是那家店啊？就應該就是長崎蛋糕嘛。對。感覺現在打 iPhone。你都可以吃有點，你小心掉出來啊！小心你的 iPhone 掉出來。香啊！哇，黏黏的。超軟的。哎呀。行啊。你吃這個長崎蛋糕跟吃饅頭似的。好吃。什麼感覺？蜂蜜的，蜂蜜的雞蛋蛋糕。以前小時候經常吃那種像一個花一樣的蛋糕，你知道嗎？梅花那種蛋糕。然後那個就是有點這個味道，但是那個味道呢會比這個油，這個感覺就是那種很清爽的那種雞蛋的蛋糕。對，它是沒什麼油。對。但是這個蛋糕其實是日本的蛋糕。對。發現你好能吃。台中的早晨，我們用一籠熱騰騰的湯包和美味的長崎蛋糕，開始了第2天的環島行程。今天的第一站是一個已經有100多年歷史的小站，它有個很特別的名字，叫16。下一站，北美，一家三點。哇，這個站好寧靜啊，鳥語花香的，旁邊全是芭蕉葉。你看這個站台後面全是綠油油的稻田。哦，對，就是全是農作物。你看這個站又是只有我們2個人。這兒呢，就是16站。這有一個1905 16班役，然後這裡面全是石頭哎。是哎。啊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感覺班役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一個在這兒的一個什麼一個小組，一個車站，役不是車站嗎？對，是吧？16班就好像這是一個班底啊，1905年。你看這邊就是車站16，哎，你看這很有意思，保留着它的老的牌子，石茶縣是嗎？田野文史，雲林縣斗六市16班，你看16班，民國什麼9年6月10，不知道哎，對吧？這個我認識啊，當時咱們坐阿里山小火車的時候，對，那個鐵道的盡頭就是這樣啊，就做了一個小三角，對，那個是一弧線，好像這是一三角，也就是你看這邊是一鐵軌，這是老的鐵軌，這是以前肯定是一個就跟礦有關的，我覺得，對，應該是。你看這個車不就是在拉東西的車嗎？16站是一個仿佛被遺忘了的小車站。它曾經為鐵路工程運送大量的石茶，但工程結束以後，附近的旅客也不多，車站就被改成了招呼站，只剩區間車停靠。現在的站房還保留着100年前的木造結構，走進去時，那種古早的味道、質樸的氛圍，讓我們不自覺地放慢了腳步。16站房就像是我們的時光機之門，我們碰巧走進來，短暫地回到過去，儘管還有些留戀，但仍要繼續向前，走完我們的旅程。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很古早的16站的這個，其實就是他們的以前的辦公區。這邊就是一個宿舍，看看哦，這門鎖着呢，現在進不去了。哦，民國39年6月10日。啊，民國39年是吧？16班就義落成的珍貴懷舊照。是，你看我現在這樣進來，就是進到它的這個院子了。你看它的這個窗戶很有特點哈，這個窗戶。這個房子就是感覺像是日本的那種老房子。
你看这么古早的店，也少不了崭新的这种饮料机。饮料机啊，其实是以前卖票的吧？对，你看它的窗口其实在这儿呢。是。然后它现在不用了，就把这机器放在这儿。是，现在就是以前工作人员坐在这儿。对。所以说住在16的人是随便上车吗？他也要去刷卡，但是没有人管，等于对吧？啊，都没有售票员了。对。16站没有卖16，也没有卖16汁儿的。是。喝青岛茶。昨天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去每一站了，对。但是呢，是因为我们到一站就要等下一站的车，每一趟车基本上1个小时吧，不到1个小时一趟。对。然后呢，你就要赶上每趟车去走。尤其是小站会可能车更少，对，会更慢一些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能到哪站就到哪站了。是。在台湾？不是，我们来玩，来旅游。对。哦，那怎么会想来这里？因为这回我们是铁道旅。就是环台湾的铁道旅。目前最喜欢的，像我们昨天去的什么香山站啊，就比较有历史的站。哦，对。等一下，你有去到那个吗？新北投那里。新北投没有。我给你看。好。那个车站非常的漂亮。是吗？好。是翻新过的。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想着蓋一下章。斗六16班。这离斗六非常的近。哎，拜拜。哎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地面上有一排的灯，它在闪红灯。火车的来了。离开了16站，我们又跳上了火车，继續往南前進。一路上，火車又經過了好幾個有年代感的小站。從車窗看出去，每個地方都讓人想下車走走。但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們並沒有辦法每一站都停下來了。也留下一點小小的遺憾。剛一上車好涼快呀！給個飯嗎？救命台鐵。我們下一站嘉義，吃嘉義的火雞肉飯。嘉義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，有歷史的站。我們兩個人臨時決定呢，在嘉義這站就不出去吃火雞飯了。原因就是我們身後的這個儲物櫃，因為它你看，整個這麼大的嘉義站只有這一點點儲物櫃，而且全是小行李箱，都存滿了。對，然後大行李箱只有那2個，就你覺得太少了。對，我覺得像嘉義這種，提個小建議啊，就如果像嘉義這種大站，是不是這種櫃子應該再多來幾排，對吧？因為很多人在這玩嘛。對，而且那邊地挺大的，我看是可以放的。對，所以我們現在決定呢，就是買一個台鐵便當，直接呢畫一個座去台南。對吧？因為台南也有很多好吃的。對，那就嘉義的火雞腿飯呢，火雞肉飯呢，跟咱們就是暫時無緣了。經典素食，府城魚香，好事成雙，懷舊排骨，精緻排骨便當。這溫度可以啊，太熱，真可以，被熱出了幻覺。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說不去墾丁嗎？就是墾丁，我一聽墾丁熱呀。從嘉義前往台南，我們搭上了台灣的新自強號。新自強是台鐵目前速度最快，也是最現代化的列車之一。採用日本進口的車體，比上一代的自強號更安靜，運行更穩。在台灣，除了捷運不能飲食以外，大部分鐵路交通都可以在車上吃東西，所以我們也買了台鐵便當，迫不及待的想在火車上嘗一嘗。我們現在從嘉義出發到台南有30多分鐘的時間。所以我們要立即吃我們的台鐵便當。今天買的是什麼？今天叫它就是經典的排骨飯，但是它的飯裡面加了一個是蝦油。蝦油。對。特制的飯。它叫貝柱。貝柱。對，貝柱，你看就是圓圓的，對，海鮮。這排骨是先炸後滷的。先炸後滷。對，然後它上面的醬還挺好吃的，那種就很濃的那個醬味兒。我覺得它真的台鐵便當每一個就是它味道還真不一樣，是吧？這跟上回吃的不一樣，是吧？不一樣，能嘗出有那個蝦的味道，蝦的油的味道。這個排骨還是經典，有點醬的感覺。雖然沒有吃到火雞飯，但是覺得
这個還是很好吃的。主要是因為我們倆確實餓了。一會兒咱們去台南繼續吃。台南可瘋狂啊！這熱的，然後我們現在在等電梯。這個等電梯這個地方是一個熱棚。對，就是台南的這個出站設計啊，就是大家都得從一個電梯上来，对，然後到一個廊橋，然後大家都在這個廊橋上烤着吃。對，然後現在是11月，如果要是8月，這個廊橋簡直是烤箱一樣。是。裝個什麼電風扇啊，或者小空調什麼的。是。哪怕有一個空氣流通也空調哈。封闭，走吧。畢竟台南大部分时间都热。烤死我了！你要变异。我要熟了。OK， 我跟小雨又来到了台南站。这个台南站呢，感觉好像比嘉义站的挑高还要高，而且也是这种大圆拱的窗户。然后在外面呢，能看到一点点那种，就它的老式的那种房檐，而且它的那种砖呢，一看就是很有历史的那种，也是那种焦黄的那种颜色，非常复古。然后现在小雨呢又在盖章了。啊，你看每个站呢这边呢都有一个纪念章的这个位置。哎，这章还是个黑色的哈。对，黑色的印泥。是。这有好几种章。对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墙上好多人在这试盖？对。这挺逗的。它每一个站的章都很多呀。对。所以你看，我已经盖满了。正好是在地图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可以值得纪念啊。对呀。我觉得在台南就得喝手摇饮。对，然后吃各种的冰。对。环路比较有的吃的，包城羊肉就这邊啦。我吃是早上的呢，他都賣早上。哦。蝦仁飯。蝦仁飯。蝦仁飯。一品啊。極品啊。哦，就這樣。哎，你靠着就好。喲，高科技啊！你看交易成功。是。对啊。前幾天剛到啊。紅豆湯。加一项10元，招牌必点湯圓芋頭。哦。要不然咱們就要八寶綜合冰，讓它有固定的。行。固定的。可以。它這叫八寶冰元仔冰，元仔會是嗎？說它是這個名字啊，是他們夫妻2個人的名字的集合。冰元仔會。對。你看它這兒也有一個牌子，寫着這個必比登的這個台南啊，2025的。2025年。啊，2年啊。一個綜合冰板。台灣位於亞熱帶和熱帶的交界，一年大部分時間濕熱難耐，人們習慣食涼來排解暑氣。台灣有句話說：“第一賣冰，第二做醫生”，可見當時就非常流行開冰室。當時日本人把刨冰的技術帶進台灣，跟日式刨冰只淋糖漿不同，台灣的錯冰會加滿各種的配料，芋圓、粉圓、仙草、綠豆，把冰堆得像小山一樣，吃一口就感到從裡到外的涼快。60，好。它是把料放在最下面，然後上面鋪了一整層冰，然後澆了一點是糖水嗎？還是什麼？好像是，它是先讓你吃冰，先讓你先降暑，可能是。真冰，確實很冰。這種東西在台南吃特別合適。是。因為現在真的很熱。是。有綠豆、紅豆、芋圓，還有這個是什麼呀，小雨？這個白色的是什麼？這個是，它是，對，這就是芋圓。哎，那個呢？剛才有一個挺大的塊兒，黏黏的那個。那是芋頭。芋頭啊。哦，芋頭和芋圓啊。對。然後還有粉條。粉條對，它是最推薦的就是他們的芋頭。就是芋頭哈。對。我發現這個哎，稍微放1分鐘，它自己慢慢化一點點，然後你就給它攪拌一下。攪拌一下之後呢，它就那冰沙就混在裡面了嘛，不是？然後直接一口。
所有的口感就是软软的、糯糯的啊，然后黏黏的，黏黏的冰沙，滑滑的。对，吃完以后整个这体温下降5度，就至少5度。对，我让老板给我的是就是综合冰里面没有的其他的几种，它是自选冰5种，然后综合冰呢它会给你8种，然后我这上面是凤梨，凤梨的料，红豆，然后还有爱玉，我特别爱吃这个爱玉，这叫什么龙眼吗？好像是。我这碗里比较甜哦，就是它里面好像是这个东西，它会单独的腌一遍似的那种，它会有自己的甜味儿。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让老板娘帮我尝尝。像果冻一样，有点像，它像淀粉做的那种，黏黏的，很糯，它一点都不滑。这里面有的东西是它本身没有味道的，它需要就是其他淋的这种糖汁儿，然后让它有味道。但是有的东西它本身就很甜。我觉得在台南吃饭有一挺重要的，就是一定要看时间。就是它有的店就是开上午，对吧？有的店就是下午。对，有的人店是开晚上。对，每次来台南都会有错过的店。对，有想吃的就是吃不到，有可能是星期一不開了，然後還有是它只開星期幾啊，就這種。對。這是保安宮，然後前面的這個爐子是真火呀，真的在燒火，特別的熱這塊兒。我們在台南彌補了嘉義沒有吃到火雞肉飯的遺憾，然後要了一小碗火雞肉飯。那現在這個飯就是火雞肉嘛，它就是白的絲，對，然後我看它那邊有放很多料，然後醬油啊，有辣椒什麼的。聞起來就是這個肉的味道啊，跟雞肉還真是不一樣。是嗎？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叫吳郭魚，我記得當時咱們在逛那個全聯超市的時候好像見過吳郭魚，但是這個魚呢活靈活現的，它好像是就是清蒸的做法，好像是鹹蒸吳郭魚。鹹蒸哈所以說它是保留了它的鮮味兒，我覺得。吃一點魚就好了。你不要吃到以後覺得特別好，然後就搶我的啊。哇，這個味道有點甜甜的，是我沒有想到的。這個味道是我真是沒有想到的，因為我先看到這個魚之後呢，我先想象可能是腥腥的、很清淡的味道，但沒想到那麼甜甜的，仿佛又很清淡，但是它又有鹹的那個味道。好吃。然後它還帶有一點油味兒。來嘗一口這個嘉義火雞肉飯啊。那油也非常香。火雞肉飯和這個魚都是一個風格。都比較清淡嘛。對，它味兒很香，但是它不是那種特別濃重的那種。這好吃哎，這是什麼呀？這好像是鹹菜。像是鹹菜，小鹹菜。這好吃，像是那種黃瓜的小鹹菜。然後這個火雞肉飯仍然是這樣，就是它的飯的下面是油。我們這兩個菜，一個菜加一個飯是一共100台幣。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人如果就是一頓飯差不多吃這2份就夠了。你看就是又有肉，然後又有飯，而且還很控制食量，不是那種一大碗那種。對。來台南必須得吃這個溫體牛肉湯嘛。對，上次我們來吃過一次溫體牛肉湯，就很好喝。然後我就覺得哎，念念不忘啊，現在一定要再吃一次。對，這個阿孫牛肉湯，它也是必比登推薦的。也是必比登推薦的。在台南，溫體牛肉湯是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料理。溫體牛指的是當天現宰、沒有經過冷凍的牛肉，肉片切得很薄，放進滾燙的高湯裡，只要幾秒鐘就會變成嫩嫩的、甜甜的口感。這種味道只有在產地的附近才能吃得到。我們這次來吃的是阿孫牛肉湯。他家從1970年就開始賣牛肉湯，現在已經傳到第3代了，算是台南相當老字號的店了。吃啊！好，那不能放。好，是蘸蘸醬，對，你要夾起來蘸。好。蘸這個薑是吧？蘸薑。小雨快做，這個
溫體牛肉湯是不能等的。对，因为哦，这是刚炒出来的菜，叫高丽菜炒牛肉，说是台湾的高丽菜。对，快！哎呦，这个肉是蘸一下姜丝。哎，它这个膏是一什么膏呢？它难道也是酱油膏吗？酱油膏好像是。不知道。你尝尝是什么味道？好像有点酸酸的。有点对，甜甜的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汤，主要这汤真是好喝。是。哇哦。老板说不能等，因为它这个就是热汤嘛，它会把这个牛肉给烫熟，会越来越熟。啊，你这肉好像挂着好肥哈。这个肉它好像那种牛胸口肉，上面有筋啊、肥啊的这种，它那个肉看起来就是红红的那种肉，就摆在那儿，然后它现完切成片之后，然后直接就放汤。是，刚才那出租车司机说屠宰场在台南，所以说只有台南有这个温体肉。哇，刚才那块肉吃下去就是化了，对吧？特别棒。听说过有人不爱吃牛肉，可能是真的是没有吃到好吃的牛肉，这真的很好吃。我这个牛杂里面有牛肉，有牛肚，然后还有牛肝。这还有一盘炒菜，台湾高丽菜。蛮好。哎，我觉得咱们都不用米饭了，就这么加着吃就可以了。它是炒牛肉，里面加了辣椒的。对，有辣椒，炒牛肉，行吗？哇，太棒了。这块牛肉是挂着肥肉哎，对，但是它吃起来不是肥肉它吃起来像是那种牛筋一样的感觉，然后在嘴里就化開了。但是這塊呢，我要留給你吃。好吧，謝謝啊。蘸一下這個辣椒，這也是店裡給的辣椒醬。你這是牛肝吧？對，牛肝。是甜辣的那種辣椒。我發現台灣特別喜歡用那種就是這麼長的那種稍微粗一點點的辣椒，它不是小米辣，但是是那種就是紅色的辣椒，很好吃做出來的，其實辣度很辣，但是它還帶一點。台南的早晨，今天呢我們起得非常的早，因為我們要吃一個米其林必比登的鹹粥。對，因為這些早餐廳呢都是非常早開門，中午就關門了。對，所以說我們到一個地方，如果下午到的話，很多都吃不上了。所以說今天我們起得特別的早，在我身後呢就是一個你看很古早的招牌啊，阿星鹹粥。拿取菜單啊，你先拿取菜單啊，你看它有內用外帶。是，自行找位。咱們先找個位啊。好。然後填菜單啊及桌號，往前門排隊結賬。咱們進去吧。哎，好。哇，我聞到一股魚的味道哎。裡面都沒有座位了。是。好像沒有空位了。對，我們先來一個這個。來一虱目魚粥吧，就是肯定是它最經典的吧，我覺得。對，還有魚肚麵線的。還有湯，還有乾拌。比較特別的是乾拌魚腸。乾拌魚腸啊。魚腸看你敢不敢吃，你可以上網找一下圖片。那它有一點，對，有一點內臟類的。有一點，它有一點小腸，比較像那個蚯蚓。蚯蚓。小的，就是細細長長，但是還蠻新鮮的，很美味。然後另外還有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魚肚。魚肚就是一大片，它兩側都是那個魚肉，中間會有魚油，但是它味道很特別。那這好，就我不曉得你們吃的，能不能吃的習慣？對，然後另外就是這個粥裡面是濕的嘛，可以加點油條。加點油條。對，剛才我們提到油條，單點然後放進去，或者單吃，或者淋那個肉燥就可以。然後另外就是台南的菜粽的意思就是素的意思。裡面沒有肉，只有那個大陸人我們叫花生。對，花生。我們也花生。對，花生，然後裡面會淋一些花生粉。跟醬油膏在上面，就它的做法比較特別。大概就這樣。好。對。好，可以。謝謝您啊，謝謝。哎。台灣
这个吃饭啊，就是不用担心不知道点什么。对，只要你在这儿一研究开始啊，就会旁边的人一定会上来看，我给你一些建议。对啊，然后你就听劝就行了。对，然后你就知道他们平时吃什么，对，咱们就吃什么。好，那咱就点吧，好吧？好吧。点完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咱们的座位号是8号。对，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写上8号。8号。对，然后你看它这还有一个位置有人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你去结账的时候，如果你自己，你就放这一个位置有人，哎，有意思啊！搞笑，而且它是两边啊，两边。对，解决了所有的痛点，看见了吗？啊。人生第一口虱目鱼粥啊！哎，我是不是要喝一点这个胡辣粉？那可以啊。哇，鲜！像以前家里如果吃完了一些东西，你给它烩成粥，就是那感觉。特喜欢吃那种剩的菜，然后烩到一起，对，热一热，就往往剩饭特别有味道。这个就是还原了那个感觉啊。这虱目鱼的鱼皮像冻了一样，然后里边鱼皮下面就是肉，非常鲜的肉，它主要吃一鲜味儿。据说它的鱼是就是新鲜运过来的。对，这个鱼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味道的就是烹制，它就是鱼的味道，鱼本身的鲜味。小雨，你这个是鱼皮粥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个粥是怎么样？你看不出来它好吃啊，对，因为咱们喜欢那种颜色比较重的，白米饭泡的鱼汤，然后这个鱼汤做的特別好，魚皮帶着魚肉，然後裡面還有這種炸蒜，應該是。它這個油條炸的不是那種特別酥的油條，它是稍微有點軟，但是外皮是酥的，因為它可能覺得泡在裡面嘛，就不用那麼脆。這個油條放在虱目魚粥裡邊太驚豔了，泡一下啊！哇，好香啊！太棒了。真好吃。这不愧是必比登推薦哈。对啊。一大片肉，這是整個魚的半扇，哪是魚肚啊？咱點的是魚肉吧？剛才人家拿上來的時候還說那是魚肚。啊，這個是。他說的就是魚肚子嘛。哦，是不是這個意思？魚肚。是不是？對對對，不是肚，不是咱們理解的肚，就是對，咱們理解是胃啊什麼的這種。魚的半扇嘛，是肚子這最嫩的，它是用腰扭，但是它的肚子在這垂着。我讓它肉加混合一下，對，然後加上薑，對，它有點甜味兒的，它是有點甜甜的，有點像滷肉飯。有點醬啊，有點油的那個味道。對。然後我感覺好像它放了醬油。是。台南挺有意思啊，本來這個地方很熱，但是大家還要吃薑，還要放胡辣粉，大家來解釋一下這是為什麼。出發去高雄。台南這麼大地方，這個車站其實裡面還是就是很古早哈。對，還是不大的。我覺得新的東西可能就是這個便利店，還有這個電梯。除去這些東西，它還是保持着可能很久以前的樣子啊。對，就是一個站台，其實哈。離開台南，我們乘坐4000號列車，沿着縱貫線南段繼續南下。我們將要到達的城市是高雄，我們要在這裡轉乘台灣最古老的火車，橫跨西岸到東岸。不過，我們先要嘗嘗高雄的味道。我想大家通過我相機的畫面，應該感受到高雄的陽光有多麼的炙熱了吧？都快曝光了。哎，那邊還有吉野家，你說在台灣啊開吉野家能有市場嗎？對啊，大家會吃嗎？啊，那麼多那個控肉飯，竟然有吉野家。現在坐上了高雄的公交車，我們終於坐上公交車了。而且這個車呢很有特點啊，它是一個很窄的一個公交車，是吧？它不是很寬，而且它很短，在外面看就好像一個小巴一樣，它只有一個小門。幫忙的啊。幫忙了啊，階梯。真不容易哈。這是高雄中學。你看這個車了嗎？這車雖小，但是一點什麼功能都有。緊急的出口，
包括車前头那邊那個小門，對，也是緊急的逃生的口，是吧？包括這個博愛座啊。對對對，博愛座，然後還有下車的按鈴，甚至在前面車門這還有一個後視鏡，一反光鏡。你可以可能是讓司機觀察，或者說咱們自己的人可以觀察吧。对，就是坐車的人啊，下車铃都有。要準備下車了，所以要按钮。对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割包店，就吃割包，然後它這個是好像是裡邊是加豬肉，對，然後正好我們碰到了台中豬瘟啊，然後說這邊停了，就乾脆不賣豬肉，乾脆沒有豬肉了，所以說我們白跑了這一趟啊。所以呢，現在這店裡只賣飲料，只賣飲料了，所以我們還要去找下一個地方，也是米其林必比登的一個店啊。對啊，好可惜，要到下個月才營業了。是啊。我們在高雄暴走，為了吃一個餐廳，簡直了，太熱了。所以很多地方都沒有遮擋啊。而且好多那個連廊都被佔用了，所以說連廊走不了了，就很熱，一直暴曬在馬路上，而且還危險啊。對啊，導致人必須從主路走。是啊。哇，這兒鬱鬱蔥蔥的呀。是嗎？看着很。走吧。好吧，小頓時事啊。其實我們來的這家餐廳呢，也是一個米其林必比登的餐廳。對，但是它看起來很日式。對，這裡面我剛才看了一下，說是一個店撤店了，然後呢，他們就把它給這個小空間給接了，然後就在這開了一小店，都是燉，就是每人一小碗的這個燉湯，然後呢還有一碗米飯，而且這個米飯是非常有特點啊。對。據說是這個什麼日式的品種和台灣的品種混種的一個什麼飯，是吧？好吃嗎？好吃，而且它的米上面撒了點那種，撒在米上，還有一些鹽、椒鹽那種感覺。對，其實有點類似那種七味粉啊什麼那種。是，它這個店其實就是一個日式小店啊。我這個叫什麼剝皮辣椒蛤蜊雞，然後它是辣的，這湯是辣的，因為它裡面有剝皮辣椒，這剝皮辣椒是它，據說是他說用的是高雄的剝皮辣椒，但我記得以前我們去花蓮的時候，那邊說剝皮辣椒是他們的特產。這飲料是檸檬青檸是吧？對，檸檬香茶。非常清爽啊。這個就是剝皮辣椒。它為什麼叫剝皮辣椒呢？它沒有皮嗎？這個辣椒？感覺還有一個地方叫剝皮寮嘛，是吧？對。我們要坐高雄的捷運了。還有一個什麼音效呢？是嗎？咱們是這邊。真是好大呀，這裡。是，感覺很寬啊。你看這個都得比平常的站寬1倍，都得。人是不少哈。高雄站弄那麼寬是有必要的哈。對啊。這麼多人在這個這麼寬的站裡邊，其實它沒有顯得人很擠，但是你會感覺人很多。對。我們就是要來做這個，是高雄的城市的環線。31。你看這是寫着愛河之心嗎？對。這就是快軌了。你看，我們現在正在過快軌。以為它是在裡面，像台鐵一樣的。而且你看這個快軌是被草坪覆蓋啊。這個是它的站。對，就在這刷卡哈。對，在這刷卡。悠遊卡，沒有閘門。哎，很漂亮啊，這車哈。綠色的。人好多呀！這樣要小心，會有人掉下去是嗎？有人掉下去啊，掉下去不會啦，但是就是你鏡頭伸出去，鏡頭，結果他車子進來，你抓不進那個距離就被車撞到了。是，謝謝。因為它沒有圍欄嘛。對，沒有圍欄。對。在自拍得很開心啊，結果那個車頭，他就勾到他的背包的邊緣，然後人就倒下來。哇，那太危險了。這個觀景特別好，而且它的鐵道都是被草坪覆蓋，大窗戶，它的車的長度也很長，你看。對。
大玻璃感觉就是跟路面是平的感觉啊。我记得当时咱们在瑞士坐的那个公交也是这样，对，也是这个感觉。啊，真漂亮这儿啊！然后进来还要刷一下就进来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像是个蘑菇。啊，小心哦。我们2个人现在下车了，来美术馆站这邊有一條這個綠色的隧道，來看看找一個很好的角度拍這個火車。這邊城市快軌就是這樣過，就如果要是有車的話，這個柱就會亮紅燈，就不要過了。其實平時就是一個跟普通的散步的路是一樣的。小雨靠邊，你這兒有點太靠裡了。對啊，確實特別近，他們說的確實是真的，是吧？啊，我就說，因為它這個杆在這兒，它就應該是在這個距離啊。剛才確實我拍攝的時候，就是沒有估計到，我以為在那個紅色的燈後面就可以，但實際上那塊已經，如果你要是舉一個鏡頭的話，就容易撞到火車。其實對，而且尤其是當你人不注意的時候，其實頭在外面就很危險。是，對。所以說他們一定發生過這種事情，是，然後他們才會說，看到攝影的人要小心。所以剛才那個台灣那朋友在車上提醒咱們，真的是還是挺有必要的哈。對啊，也就是說你要撞到這車，你還得賠這車呢啊！我天哪，我這在台灣背上債了。從台南一路坐火車到高雄，又是匆匆忙忙的一天。我們原本想搭乘輕軌，沿着港邊慢慢的逛，結果拍得太投入了，黃昏一下就過去了。這段行程也只好留到下次再補上了。後來我們從輕軌無縫轉回台鐵，來到了美麗島站。我們現在到了高雄的美麗島站，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捷運站。美麗島這個名字來自1979年的台灣美麗島事件。如今我們在的美麗島捷運站正是當年衝突的發生地，而車站中央的光之穹頂是由意大利藝術家創作的作品，由4500多片彩繪玻璃組成，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單一玻璃公共藝術。晚上燈光亮起時特別的夢幻，這個車站也因此被很多人稱為台灣最美的車站。在車站的不遠處就是高雄熱鬧的六合夜市了，這裡有一家在 Instagram 上爆紅的炒飯，我們也想看看它到底有多厲害。我們秒移到了高雄的夜市，然後我們今天決定了，就晚上就不再尋找這個高雄的米其林必比登了，因為我們想感受一下不一樣的氛圍。19號。我們現在在看人家炒飯。因為我們之前實際上是在 ins 上我知道的這個店，對，就感覺太治癒了，對，特別治癒啊，而且非常的專業，炒的簡直像在表演一樣。而且他從來不會跟你打招呼，然後他就是很投入的在這個自己的飯裡面那種感覺，然後就是一會兒那個飯香就出來了，對，然後特別香，然後你會感覺他那個鍋氣都圍着他轉那種感覺，挺棒的哈，挺棒的，的炒飯成了，說的粒粒分明哈，油潤油潤啊，油潤油潤。它這好像是屬於醬油炒飯一類的，是吧？對，醬油炒飯，裡面有肉絲，然後還有雞蛋、蔥花。炒飯是真治癒，燙，非常的燙。是啊，等我要涮涮肉才行。啊，看着這胖哥炒飯。可以啊，醬油炒飯，然後裡邊有雞蛋、蔥，還有一些肉，肉絲，對，然後它的那個醬味兒挺濃的，感覺，其實它就賣這一種，就是肉絲炒飯，它的米好，米真是粒粒分明，而且它就一定提前準備好了，因為炒飯得是隔夜飯嘛，對。這個米沒有黏黏的米，這太好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果然就是
因为我之前從 ins 上看过他们啊，但果然确實不是那種純網紅的，就是只拋造型那種，簡直太好吃了。因為我沒想到來六合夜市，今天吃到一炒飯我就滿足了，高雄我沒白來。下回我們再深盤高雄，這回呢，我們鐵道之旅呢比較緊張，時間比較緊張。嗯，是。明天一早，我們去藍色解憂號，藍皮解憂號。正老牌木瓜牛奶。各種味道的牛奶。对，全是牛奶。对，它還做成這種特別可愛的樣子。是，還挺逗。就是用木瓜和牛奶，然後加了一些碎冰，然後給它打在一起的。也就是它非常簡單啊，就跟咱們就是在普裡喝那個似的。對，沒有加糖。對，就非常簡單。然後其實簡單就好嘛，是吧？對，就好了。然後它上面寫着說，如果不加冰不加糖的話，你可以告訴他。哦。感覺特別厚重的味道。因為其實木瓜就是有點黏黏的。我覺得這個，因為它含糖量特別低嘛，本來就是也不是甜的東西，這在夏天的時候真是可以喝好多杯。對吧？而且關鍵它很涼，而且它這個涼，它不是粘稠的嘛，對，它會粘在這個整個的這個消化道這兒，你會感覺這個整個人是一個被降溫的狀態。對，而且就是一般什麼牛奶，我就覺得可能有點膩，但是這個其實沒什麼，非常好。它就是木瓜跟牛奶打在一起，搁冰就完事兒了。就很簡單。對，沒有科技與狠活啊。我們就是在哪是你們攤位？你的那個可麗餅。啊。可麗餅店是什麼顏色的牌子？再過去2攤。哦，好，謝謝。謝謝你啊，謝謝你。攤主送給咱們的是嗎？對啊，可麗餅。可麗餅啊！我把它拿出來，你會覺得很震驚。是嗎？這是一張餅是嗎？這張餅。可酥了。啊，酥了。哎，是那種一片一片的，還一嚼啊。對。這個裡面如果擠上冰淇淋的話，應該特別好吃。是，有點像冰淇淋那個脆，對，蛋卷。但是它又是那種薄薄脆脆。曾經台灣的最老的火車。池上飯包。